但是呢，现在国际局势虽然在选举当中，我们也还是要来关注。在今天呢，国际新闻上面蛮大的一个，就是在对岸甘肃发生了强震。好，原因是因为呢，在当时所发生的这个地震是非常浅层的地震，大概深度只有10公里而已，而且发生时间呢是午夜，大概是11点59分，规模6.2。所以当时呢，在当地目前所知的是已经造成了118人死亡。那当然，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指示，必须要全力来抢救，尽量减少人员伤亡。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都是在网络上面所流传的，在事发之后，当地人拍了之后放到网络上的。除了误导之外呢，事发当时甚至还有居民是一口气跑下16层楼来逃生，甚至有大学生呢也是光溜溜的赶紧先保命为先。在当地，其实大家都在讨论这一起的地震到底事前有没有任何的迹象能够预测。好，原因是因为就有人讲了，说呢是不是当时在积石山，您现在所看到这一排黑压压的是什么？他们说呢，当时他们有看到当天晚上的时候有乌鸦占满了电线杆，他们就想问，到底我们每次都讲说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更早能够感受到那个地震的预兆，有没有可能当时就是一个预兆？而过往呢，其实也曾经在网络上面的分析论文有提到说，土耳其还记得吗？去年有一个大地震，有可能因为欧亚板块的原因，所以让大陆这边3年内会发生7级以上的强震。虽然当时专家讲无需恐慌，但现在呢，这样子的一个立论也让微博网络上面的网友开始引发讨论。同时他们也说了，到底你的手机地震当下有没有响，现在也成了另一个话题。好，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说华为手机呢，甚至还可以倒数计时，震波几秒到达。说小米手机呢，也有地震的预警资讯非常清楚，唯一一个没响的，说叫做苹果手机，什么都没有。当然，大家就会去问苹果厂商了。苹果的说法是说呢，不好意思，我们能够支援地震预警的，只有包括了美国、日本、海地这些地震比较频繁的国家。那如果是中国的用户的话呢，可以透过下载协力厂商的 App 来实现地震预警的功能。但当然就会让很多大陆这边的网友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有没有差别对待？讲到甘肃啦，很多人对它其实呢比较陌生，但您知道吗？近年来，其实在甘肃这边有非常多的高科技发展，包括了每一次你听到了对岸发射卫星啊，或者是发射基地的时候，都会听到酒泉。好，这也在甘肃，是4年来总共发射了33颗的卫星。为什么会设在这里？天候因素有关，而且呢，在这边地势平坦之外，还有人烟稀少。这一些都是造成他们当时选甘肃酒泉这个位置来作为测试重点的一个原因。GDP 虽然在甘肃看起来全国来说并不是最高的，好，但是呢，他们说晶片业很多在这里。最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这个 IC 厂，那也跟他们是先前做相关的卫星发射啦，又或者是航太发射场，这些都是有连带的关系的。甚至呢，还说了中国晶片的战略备份，其实呢，就找了甘肃这一个地方，让它能够变成未来大陆的科技重镇。回过头请教政援委员，甘肃这一回发生了强震，那目前呢，抢救行动仍旧在持续当中，但是大家关心的是，到底对岸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次的甘肃强震，除了因为地震造成的伤害以外刚好时间点又是在甘肃最冷的时间点发生了，最冷的时候还冷到了-20度，所以在救灾非常的困难在这里我们愿死者安息伤者获救但是这个应该已经在这么低温底下控制伤亡人数，应该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那至于这个地震的预测是一直都非常困难的事情，科学上一直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攻克的困难明知道什么条件底下会发生地震，就是那个条件的预测有高度的难度。至于这个手机比赛就一翻两瞪眼，
没想到华为有预置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还可以测试说你人在哪里，震波到你的哪里会有几秒钟可以到，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手机功能的突破。那反而啦，大陆的手机包括小米啊，也都有这方面的资讯 ，iPhone 反而没有，所以 iPhone 又被打了一个耳光啊，所以 iPhone 啊。你 iPhone 15、16，人家会想说功能都差不多哈，它的购买就下坠了。我想这个库克应该仔细想一想，顾客的需要是什么？因为需要地震有预测能力的手机啊，应该全世界到处都需求啊，不是只有中国需要啊，日本、台湾哦，连到印度很多土耳其这种地震带的，包括瑞士哈，都有这种需求哈，包括美国也是一样。这个甘肃应该这里说它是科技重镇哈，因为它有的天候条件。可是它也有一个人力上的不足的地方，因为他们科技的大学太少，所以很难成为一个很强而有力的科技省。这里面所讲的，它有晶片，它事实上不是晶圆厂，它是封装测试，因为封装最需要干燥的地方，甘肃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有大型的封装，就晶圆厂是晶圆做出来以后要切割封装一块块晶片的时候，需要很干燥的环境。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很符合。它还用虽然没这个条件，但台湾的封装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因为但是要花很大的电力去做除湿的工作哈。那在甘肃当然会省了这一道成本，所以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优势哈。至于这个航空太空，我们从新闻上已经看了很多了哈。这也是美国最疑惧的地方，说他那边可能核导弹哈那些这种导弹的这些血型的导弹的坑啊，越来越多，所以它具有国防、有科技、有太空事业多种的功能。那目前当然在民生企业方面，就是民生生活产品方面，似乎没有发展的那么样的强劲，这个可能是要跟上的，因为科技事业毕竟是少数这个 EQ 都比较高，你在从事的行业是那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其实包括晶圆厂这种封装也不需要太大人力，所以传统产业还是提供最多的工作机会，以及提升这个薪资最好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这个地方想因为中国大陆派的马兴瑞去新疆来推动，那可能也会对，因为新疆甘肃是隔壁嘛，可能也会带动甘肃在一带一路里面的传统产业的发展就像这个习近平主席最近讲的就要有所谓什么新质产业就是有新的质量的产业不断的提升中国在产业这方面的发展当然有些这个太空航空工业如果没有办法在当地发展成这个一些附属企业的话，那这个就业各方面的 GDP 也会受到一部分的影响，这地方可能是大陆上要注意的。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讲到了现在对岸最大事就是在昨天晚上甘肃发生的这个强震。当然，现在呢，甘肃、台湾很多人可能对此比较不了解，但现在抽丝剥茧来，赖老师，大家发现近几年来看到它其实都跟科技重镇有关。对，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中国大陆非常非常重要的火箭的发射场，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天候，一年365天有300多天都是很适合发射火箭的但是以目前中国大陆这个火箭的发射的数量跟需求来说的话，一个基地也不够。那他们后来就盖了第2个基地在南海，南海也还不够，所以他们后来就发展出这个第3个，目前来讲已经成功的，就是在海上移动性的这个火箭发射。因为大陆的像不但是自己国家的卫星的需求量很大，而且还向国外接了很多单。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委托中国大陆来帮他们发射他们的卫星，那这样的话，他们的太空事业已经做起来了，成为一个可以不但可以满足自己需要，而且还可以接单的一个行业不过，我觉得您提到的有关于甘肃的这个悲剧由于它是发生在晚上，一般来讲我们在熟睡的时候预警的时间真的是比较短，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现在的情况是太冷了，因为据说是零下20度，就15度到5度之间，
所以它的都是在零下，所以我觉得在抢救方面也面临很大的困难。目前中国大陆的由于它的科技发展比较强大，所以像它的运20啊这种强大的这种运输机马上就可以进去，还有据说这个骁龙的无人机也进来了。也就是说，它可以完全运用军队里面的这些侦察系统啦，来去抢灾救险。黄金72小时最重要，尤其是现在进入到零下的一个阶段，那都是在跟时间赛跑，都在跟人命在搏斗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悲剧。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涉及到，因为它是浅层，浅层的话能量没有释放完。所以它会造成的伤害就很大，也就是地面的建筑物受到的这个震动，那很激烈，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力啊。还有您讲到了有关于预警的系统的问题，我觉得苹果在这个部分里面它很难推卸掉了。不过我觉得苹果的总裁也在第一时间马上表示，他们愿意尽全力灾后重建这个部分。那为什么说苹果在这个部分里面，它很难说由于它只有跟地震频发的地方，像日本啦、美国啦，所以它才有这个软件哦。其实美国的地震频发，难道有比中国大陆强很多吗？我觉得也不见得。那最主要是还是省钱，省专利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苹果很有可能，如果要在中国大陆卖得更好的话，它可能要赶快去把 APP 就把它烧上去了，要提供这个服务，可能也是苹果让他体会到说，你看这种不可测的因素都必须要考虑到里面，因为华为、小米都做得到，苹果没有理由做不到。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要请玉芳委员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要请玉芳委员来帮我们总结。我想很多的产品啊，不管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它就是要经过检验的。你像这次乌克兰战争。最有名的是什么？标枪飞弹打坦克的，还有刺针飞弹打飞机，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打这个远攻的这样一个武器。那同样的，你说这次大概是华为没有想到它的产品是在这一次的甘肃的地震里面受到检验，苹果大概也没有料到。而这样一个检验，你也可以说是很残忍，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了。因为你这个地震。天灾，这个地震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了，所以你苹果说我只有在美国、在日本这些海地地震比较频繁的地方，我才有这样一个预警的地震预警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认为这种讲话是非常牵强。那其他人都不重要吗？其他地方都不重要吗？印尼没有地震吗？对不对？大陆没有地震吗？台湾也有地震啊。是，所以你这样子就被比下去了嘛。那你这个华为至少我相信。在地震比较频繁的地区，那这个华为的这个手机会大卖，因为人家都想说，现在手机叫 smartphone 嘛，就是这个叫做智慧型手机嘛，那你就要看你有多智慧嘛，那这个第一次预警的部分，那你现在就真的被比下去，你说还要去找那个协力厂商，要下载它的 APP， 要加购啦。今年明年初1月13投票日选2个，一个选总统，另一个选立委。结果现在就发现了，虽然2个会是同一天投票，但2个的民调真的有差别。好，刚刚给您看的是总统的民调，现在给您看的是立委的选情，就发现了，不管呢是联合报或者呢是美丽岛，现在呢其实在立委的选举的部分。都是国民党是领先的哦。好，这个是联合报这个部分，从2月17，那现在呢不分党的政党票或者是区域立委，通通都是国民党排第1名领先。好，大家就开始在问了奈波港为什么在总统选举的这一卦，好像国民党一直冲没有过去？那大家就开始在问啦，差在哪里？赵少康就直接喊话。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是谁？是韩国瑜。他就说了，说现在很多支持柯文哲的柯粉，其实呢跟韩粉是有高度重叠的，所以希望呢他们都能够回归，打造逆转胜。韩国瑜这一次呢是不分区立委的第1名，确实在这一次在帮忙助选的过程当中。
他也是很卖力，比如说啦，他前几天到后山这边花莲来帮忙辅选的时候，就有一位75岁的大姐，为了目睹风采，爬上1.5公尺的高墙啊，跌倒了，后来还轻伤哦。这件事情呢，当时还上了新闻，大家就说了，所以4年前的那个韩流风潮，现在基本上还有余韵。那大家就开始在讲，有没有可能会造成最后选举的一个决胜关键？另一个关键，大家说可能是还没有完全决定自己要倒向哪一边的郭台铭，因为现在呢就传出了说郭台铭呢现在国民党的评估啦，很有可能因为柯文哲讲一句话，讲什么？讲说他仍然是深绿的立场，外交上面、军事上面，他会遵循蔡英文路线。这个其实跟郭台铭先前他的立论呢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点的不同，而转而出手帮助侯友宜？这个呢是现在国民党这边他们希望集最大力，而且呢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一个点。至于民进党，大家也发现了这个上上下下好像总是很难突破4成。问题在哪里？有人说问题可能在这里。好，包括了新北市，新北市呢应该是进从主委的余天最近都不见了，甚至呢在地大家说茶余饭后大家都在讲消失的余天这一题。那甚至现在有报道说，他其实心中感觉被骗，可能会变成3重破口。对此呢，余天15号时候的回应是说我现在什么职位都没有了，不要问我好不好。但是呢，立院党团干事长刘世芳的讲法是没有啦，我们的理解是余大哥身体状况有些问题。很尴尬的是，他的儿子是艺人，所以也会遇到记者。记者就问余祥全你爸爸健康状况还好吗？很好啊，我爸爸身体很好啊，含饴弄孙啊，每天在家带孙子啊，也没有主动跟我们提起政治所以我们不懂啦，不要问我们啦。那这一局现在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民进党内部真的有一锅乱流吗？因为确实啦，现在呢，立委可能选情没有他们讲的那么好，没有上一次的国会过半，所以现在各地你都会发现开始起风了。包括板桥这一局，好，先前罗致政是没有在理叶元之的啦，叶元之怎么讲他都不会理他。这一回大动作的开记者会，直接呛他是通告艺人。叶元之那天我问他，我说人家开记者会呛你耶，他其实有点开心，他说终于他终于回应因为过往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基本上啦有一局就是赢的人是不会去回应那个落后的人，因为他觉得说你是什么咖。现在是不是真的选情起变化了吗？另一个地方，屏北，好，这个是在屏东钟嘉宾，你要知道他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得票率近半，49.55%，结果现在呢跳出来说国民党公布的是假民调啦，什么民调在误差范围之内，要求他必须要公布你的民调数字，不然我要去中选会检举。大家开始在讲过往。这个不是应该是民进党最妥当的地方吗？这一次怎么纷纷看到了他们开始有记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抛出议题跟竞选对手来做对尬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呢？现在他们靠的是什么王牌？好，大家就在讲以前没出现过，这一次真的看到了，因为呢，他们变成了抢救王一川大兵啦，人人都是抢救王一川。一开始大家还想说，真的假的？王一川知名度有这么高吗？我真的没想到，连赖清德、萧美琴都在抢救。看看这画面，政党票唯一支持民进党，抢救王一川，抢救，抢救，抢救。好，到最后连赖清德他在竞选场都在帮忙抢救王一川，真的大家会买单吗？网络上也有人在讨论说，其实民进党内真的通通买单吗？就有人在讲了，说，其实啦，除了童文成，可能很少人认识，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不极尽讽刺吗？为什么他排名会在那边？为什么那个时候郑国会会跳出来开记者会？不就是赖清德不重视吗？到底民进党这一回内部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回过头请教郑源哥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立委的选情这一回确实国民党看起来是比较好的，因为要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的民意都超过5成，只是在总统大选的时候，这5成呢分成2挂人马，所以选得特别的辛苦。但是在立法委员相对就没有这种情形，
因为每一个选区基本上是蓝绿对立，白的基本上提名的不多，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就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再加上国民党一开始采取的策略是对的，这要特别感谢卢秀燕哦，去创造小鸡蓝白合，他主动去帮蔡壁如，那蔡壁如投桃报李，全台湾到处帮国民党立委辅选。那你这白色选民看到蔡壁如来的哦，蔡壁如支持国民党立委，所以那个选区的国民党的立委都拿到很多的民众党的选票，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关系。再将小鸡们自己集结在一起啊，今天呢、这个罗志祥啊，去帮这个蔡壁如站台啊，蔡壁如就拉着罗志祥去帮民众党的李友仪站台，然后他们又跑去帮高雄的国民党的这个立委站台，所以全台湾在串联。哎呀，如果蓝白合不是很好嘛，不用那么省事啊，累得要死，对不对？还是简直紧张。所以小鸡们创造蓝白合，直接的给国民党立委带来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当选的几率啊。所以从民调上我们看得出来，不分区民调也有这种情形啊。那这个虽然说赵少康说呼吁韩国已经很努力了，他绝对没有说不跑，他几乎每一场一直在赶场，但大部分都是立委场哦，因为他是不分区立委第1名嘛，也是国民党预备的立法院院长，他不想帮立委站台，到时候立委还不投票给他，他的立法院长也挂啦，所以。立法委员是他的选民嘛，他当然以选民为优先哦，这样跑是对，而且对总统的举也有帮助啦。只是柯粉、郭粉、韩粉是有重叠，所以最近在高雄冈山，听说有人要办一个3粉这个大动员到底要挺谁？哇，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观察一个指标啦。这个赖清德除了把自己的房子搞砸了以外，他很多人事事实上也没有瞧好。这个于天自认为他对民进党贡献很大，可是不排他当不分区立委，排了一个这个被认为是后面有个金主叫曹兴诚的沈伯洋，他当然很不服气啊，他觉得你沈伯洋不过搞个黑熊学院就可以列名这个不分区第2名，那我于天呢为民进党打拼那么久，花那么多钱，所以这个不服气是在扩散当中了。罗致政会打叶元之，表示叶元之声势上来。有赢的机会，罗致政很紧张，而且这个罗致政骂叶元之说，常常上电视政论节目叫电视通告艺人，好像跟艺人水平不一样吧，所以我觉得罗致政是不是昏了头了哈？你的博士学位是哪里骗来的？问问看怎么搞成这样子？那也难怪叶元之反呛说你是什么？你是摩铁路的代言人，事实上是这样子啊，你自取其辱啊，那个至于这个王义川哦，就是那个交通专家，号称大陆高铁没有靠背的，那这种人可以当交通专家，因为他排名第14名，民进党认为他们有机会抢到第14名，没想啦，没可能啦。因为你赖清德如果认为他是这个不应该被抛弃的人，你就把他排到12名内，王义川保证有的吧？不把他排到12名内，排沈伯洋，那是抢救王义川，你赖清德自己都不抢救，叫谁抢救啊？请教一下玉芳委员怎么看？我是认为立委的部分还有一个原因除了刚刚郑源讲的以外，就民进党派系问题因为有些派系他们没有被提名，没有被提名新潮流被提名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心里就很不爽，所以他们的支持的力道就降下来。这个也是同样的原因，也是让赖清德的支持度到目前来讲，比起以前的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讲，算是比较差的原因。就是有派系有问题在里头所以很多的派系就认为你新潮流吃干抹净了那于天他不是新潮流了，所以像于天就是个最好例子，他觉得很委屈那你说这个这个我们的刘世芳刘委员替他讲说他身体状况有问题，对，那你要听他本人怎么讲，他本人并没有说他有问题对不对？他儿子还说他爸爸身体好得很他讲的就是不服气嘛，他就觉得说我现在所有政治职务都没有了，所以你不要给我谈政治，我没兴趣嘛。这个就已经说出来了，新潮流跟其他民进党派系之间的矛盾，其他派系其实力量整个加在一起，那力量也是不小的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民进党的危机，大概这是其中一个重大的危机的。那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
在立委的部分去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我认为是应该的啦。是因为不仅是现在应该某种程度的合作，你到了立法院以后，你还要合作，因为要单独要过半，不是不可能，但是看起来蛮困难的，就对国民党来讲啦。所以宁愿这个时候跟民众党在不会危及自己的总统选举的情况之下呢，跟民众党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甚至自己姿态低一点，我觉得都是应该的。所以我是希望这个不是只有把总统给换了，换一个党来执政，是连立法院都要一起换，这样换才叫痛快了。是，来请教一下赖老师。3党不过半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对民进党来说，这一次的立委的选举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挫败。那国民党能不能够过半这个朱立伦是认为说有这个目标有这个可能性，那是他的企图心很旺盛，还不错，但是要实现的难度是很高的，所以3党不过半的可能性最高，那就涉及到未来怎么合作的问题。如果说今天是国民党赢得了总统的大选，那接着3党既然不过半的话，民众党要跟谁合作？这就是一个学问了。好，因为如果你要能够顺利执政，那你国民党就势必要跟民众党合作，所以你必须要放出一些相当的利益出来，不然的话，民众党为什么要跟你合作？是。那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那国民党更应该要跟民众党合作，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所以在目前的选战的过程中，国民党跟民众党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主要的对手应该把它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民进党。不管在立委也好，或者是总统也好，就是以民进党为主目前的选情很紧张了如果以联合报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那又回到我们的最原始的选举的基本盘，就决战在中彰投了。可是目前来讲，中彰投刚好都是国民党的执政的县市首长，那怎么会出现这个国民党没有占优势？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中彰投的国民党籍的执政首长要加把劲，因为如何把支持你的选票，那么转移到动员起来支持侯友宜、支持赵少康，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走的路。至于选情已经最紧绷了，对任何情势的判断要准确。赵少康他认为柯粉跟韩粉有很多的重叠，我比他持保留的态度。OK， 我觉得柯粉的年轻人比较多，韩粉的年纪大的人比较多，那这中间是不是明显的重叠？我保留一点。好，大家午安，我是陈妍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还有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最新的民调发展了。好，原因是因为民调滚动式，这一次呢有非常多的民调。美丽岛电子报现在出了最新一波，发现侯康呢持续紧追着，当然赖萧还是第一名，但是距离越来越近了，现在只剩下3.3个百分点。柯银配的部分呢，则是18.2%，稍稍回落一点点，没有一举突破2成。但是联合报就不太一样喽，联合报呢发现了赖萧配还有侯康配呢，现在都是31，变成平盘了。之后会不会变成黄金交叉？大家持续在观看。但是呢，在柯银的部分，它是已经突破2成，来到21%。我们每次都讲了，说看民调呢，除了要看这个总数之外，也要看看里面的细项。在这一次也发现了，两边的民调呢，其实他们的细项差蛮大的。好，再迎先来看到，这个呢是联合报的细项，它里面呢就特别提到，在北基的部分，竟然赖萧是赢的，36%，这跟我们传统上头认为北部蓝比较大，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呢，传统上面我们认为南部赖萧应该一口气可以赢个20%或者至少也有个15%。怎么这一回竟然只差大概3个百分点左右，就连高屏澎都差不到10个百分点。大家开始在问发生什么事情了？真的会
会洗盘了吗？蓝绿板块不一样了吗？但是来到美丽岛这边，稍稍的我们会觉得比较熟悉一点点哈，因为呢，在新北的部分，也就是侯友宜的本命区，现在是有4%赢赖萧蛮多的，大概有13个百分点。南部云嘉南的部分呢，他们两边的差距其实呢也有18.8，或是大概近2成20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差距，让大家觉得说呢，是不是大局上面现在民调速度不一样？但是呢，总一样的是什么？是现在赖萧侯康的距离渐渐在拉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民调的变化，现在很多人讲了，有可能就跟赖清德的老家有关系。还记得吗？先前他民调最高的时候是什么？是4成的时候，突破4成，后来一路往下走，而也让他哭了好几次，就跟这个赖神的老家有关系。时间点你要问，这个新闻发酵最早的爆料是什么时候？我们抽丝剥茧去找，发现是在 PTT 的八卦版上，当时时间点是在9月5号。你看3个月前了呢，现在才真正烧起来。那个时候呢，爆料非常精准，因为他这一篇文章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他说闲来无事，我看看 YouTube， 发现了赖神老家就是这间啦哈，直接把它圈出来。然后呢，第二个重点是，这个爆料的人很专业，他还去帮你查了这个地籍资料，发现这个是矿业用地，应该不能盖民宅。第3个重点也很精确，发现了旁边好像有维安人员哦，这个符合规定吗？爆料很精确，该有的现在吵起来通通都有，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吵起来。而那个时候的当下，其实在打的是什么？是民进党这边在打柯妈妈的违建，在打黄国昌的违建。那为什么现在反而会被反扑？其实网络上他们的讲法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赖清德一直赖皮逃漏税啊，或者是诚信问题，到底有没有缴税，到现在都还讲不清，还说自己呢其实很委屈，让很多人反而是看不下去。网络上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各种的网络式的对他发表评论，比如说呢，现在你也看到了。脸书上头很多人直接用 Google Map， 然后呢左看右看，就发现说哇，这里面不止呢有宪兵特勤，他们甚至还负责打扫哦。虽然国安局这边呢有讲说没有啦，我们只是协助工人移除工具而已，我们绝对没有帮忙。但是网络上面大家已经蔚为风潮的疯狂打卡，而且完全不买账，他们就是要问啊，哎呦，兵役延长大概是要管这个嘛？房屋税现在也没有讲清楚啊，一直告诉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规定改了，我们呢当事人也已经主动申报没有逃漏税了，但这个当事人后来不也发现其实就是赖清德的儿子吗？那赖清德的儿子有没有把相关的细目拿出来？只要拿出来就完全的证明了嘛，这些东西现在都还是一团迷雾。好，反观啦，当年民进党不是在新票案的时候一直要求宋楚瑜的孩子也必须要回国来说明吗？那赖清德的孩子即便在国外，是不是现在也同样的标准回来帮爸爸把话说清楚呢？而让百姓可能最无法接受的是什么？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有没有双标？好，今天的新闻啦，说呢有一名女生4月的时候用手机呢在蔡英文总统的官邸前面来拍照，好，当时呢被人家给阻止，然后还有怒呛远景，有说呢这个是比较不好听的话啦。那结果现在法官的判定是什么？法官的判定是说没有逾越社会通念或人民法律情感可容忍的界限，所以判决无罪。人民的感受是真的。那现在这个判例呢，也让大家想到了，在今天好多人真的都到网络上面的那个打卡景点赖皮寮这边，已经还有人说要包车上去，变成了一个景点。而这件事情现在是不是就是造成民调变化的主因？回过头请教郑源委员怎么样来看民调在变化，可是两家做出来不太一样。这一场选战打到现在，实在是有点沉闷。又有了3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就是赖清德的老家被形容为赖皮寮，这是一大亮点。第二大亮点就是赵少康以73岁的年纪走入校园，受到青年学生广泛的欢迎。那第3大亮点就是说，原本在网络上已经沉寂多时的柯文哲，竟然又打出一炮响，搞个老半天，
所有的什么广告什么的就步入这3大亮点。而且更经典的是赖清德被称呼成哭德族或者赖皮寮。赖皮寮是你们万华的剥皮寮的谐音啊，哭德族是库德族的谐音啊。哦，这2个不是国民党打的，也不是民众打的，也不是哪个民意代表打的，是网络上朋友给哭手出来的。政治人物不怕人家骂，最怕人家消遣。为什么？骂是表示我们有是非对错，攻守各方，大家有攻有守啊，看为了原则，为了政策啊，大家来互相怎么批判都没有关系。哭手是什么？看不起你，怎么会这种小事情，你会去对他看不起啊？你说这个房子嘛，平常现在也不值钱，那就违法嘛，又违法的很明显。那你说税单嘛，你又讲错话。你当副总统了，没缴过税是不是啊？你当过立法委员，总该知道什么叫税吧？然后更糟糕的，违建还派宪兵来看，我的老天爷，怎么会把这事情搞成这么？那你说老百姓真的很生气吗？那倒也没有，那就是什么？哭手你，瞧不起你，选票会跑掉啊。有时候互相愤怒，因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那越反对你越多，支持你也会越多啊。可是瞧不起你民进党要帮他辩护，也不晓得怎么辩护。你看到现在为止，有哪个民进党立法委员或者民进党的什么名嘴出来帮他讲话？他不晓得怎么帮他讲话。因为问题不特别严重，可是整天被他消遣你，那票就一张一张慢慢流失，支持度就慢慢滑下来。这个，如果国民党真的胜选应该感谢网络大神啊，这个芸芸众生这样子把这个案子弄得这么热烈。你看我们讨论多久了？任何广告效果，你看国民党那广告打那么多，也没人注意啊。可是这个一个房子问题已经一下就 Google 下架了一下子又什么花样百出。国民党想到这种战法没想过再来第2个，赵少康走入校园，会使得国民党的声势一直往上走。因为现在组织票都绷得很紧了，没想说还拉得到票。但是空战对于这个未决定选民或者会移动的选民是很有效果的。所以赵少康的这个赵少康好像现在是国民党唯一的候选人到处声势很庞大网络上一直造起来。国民党从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可以在网络上造那么大声势啊！而且从年轻人从校园站起来那柯文哲也是一样啊。本来网络上也没什么了，一日什么这个什么艾丽莎莎，哇，这破了150万。所以你看柯文哲的民调在这个联合报里面上来，可柯文哲的民调指数有个很吊诡，他越高，好像赖清德就越往下滑的趋势。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柯文哲是某种程度在侧面帮忙国民党选举，这样，所以让赖清德就慌了手脚。跟各位各个方面不管民调这是一个侦察机，不可能看到全面，但是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样式。很明显的就是侯康跟赖萧是逐渐在趋近当中会不会赶过去？我们可能要等1-2个礼拜。那再来呢，就是各地区的变化细节的样本不大，很难去区隔说各地区到底是因为1000多份切下来每个地区没几百份光靠这个只能看出趋势来。但是这个台北市如果这个侯康赢不了赖萧的话哇，那就很严重的问题啊！如果联合报这样讲，我是觉得就紧急就很重了因为你能够拿票，就台北市跟新北市最大票仓的嘛，所以再不能拿多一点去补南部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一点但最重要，选情越紧绷越不能犯错，不能讲错话。不能做错判断，这一点切记。好，切记给所有候选人。这句话真的也不是说单一候选人，是所有候选人选举铁律。但就要请教玉欢委员了因为我们就讲嘛，为什么现在大家忽然之间赖皮寮赖清德老家，大家这么讨论热烈？这个爆料，我们真的去抽丝剥茧的找，最早其实是9月5号在 PT 上面精准爆料。那个时候反而吵不起来，现在反而吵起来了。因为现在人家开始在想要投票了，该投给谁了？前面好像在看戏后面知道自己这一票要发生根本上的作用了。我现在这样讲了，这个选举就像打仗一样，你知道克劳塞维兹西方的病圣说过一句话，说战场是一个没有办法
这个预测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战场上像个迷雾啊笼罩，你看不清楚，很多事情看不清楚。所以呢，也就是说战场上是千变万化的。谁会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像刚开始的是去年年底论文的事情，最后会烧到让民进党大败。那这个事情也是一样，你3个月前甚至1个多月前，你就看有可能吗？有可能像赖清德这样一个政治经验这么丰富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在选总统大选，竟然会为了一间这样的房子搞成这个样子吗？对，刚刚郑源讲过了，这个房子是不是违建，你自己本身也很清楚啊。这个房子该不该纳税，有没有纳税，你应该很清楚啊。就你一路上讲来都是错的，而且最主要是态度的问题，对不对？人家就觉得说你民进党就很贪心，你赖清德，你现在代表民进党在选举，人家当然就要检视你啦。这种东西需要掉眼泪吗？处理这样的房子是需要处理到好几次掉眼泪。那我告诉你，如果今天台海爆发战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房子的小小的违建，你都没有办法处理。如果今天敌人兵临城下，那你不是只有跳楼了吗？你还能做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一个国家领袖应该具备的这样一个高度，这样一个涵养吗？这样的智慧吗？是应该这样子的吗？对不对？另外，这个是整个让人家感觉，为什么选民会火大？因为他们越做越过分，掉眼泪，不断的否认，不断的说错话。接着你看国安局，我请问你这有什么国安顾虑？是谁要求国安局这样干的？这个没有，这是个空房子，房子的主人也不是赖清德了。现在，那你国安局派人去保护这个房子做什么？来设个岗哨，人力是这样在浪费的吗？国安的保护的对象最主要是总统跟副总统，还有他的家里人，没有错。可是现在是一个空屋，没有人住在里头，你在设个岗哨，你用这种标准，你告诉我，从蒋经国就不要谈了，因为民进党不喜欢蒋经国。我们从李登辉开始谈，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一路下来，请问你有哪一位总统会要求国安局去保护一个空的房子？而且它不符合，不是传统做法，不符合体制。因为国安是因为总统跟副总统还有他家里人遭受到威胁，所以国家要去保护，而且主要是保护总统跟副总统，他家里人只是附带保护。譬如说总统跟副总统跟孩子们住在一起，那当然这屋子里面都要去保护。可是那对象是人，不是房子。总统的住宅，总统不在；副总统的住宅，副总统不在。你说有国安人员在保护这个房子，因为他们随时会回来，这是对的，你不让人家潜进去嘛。是。可是今天是一个没有人住了一个空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最大的坏处是你激怒了百姓，百姓认为赖清德处理这个事情哩哩啦啦，处理得很不好。那你国安局呢跟人民在作对，你干脆派人员，因为现在很多人去打卡嘛，到现场去，连我们都想去看啊。那现在去的人，你认为他干扰这个空房子，所以你就决定派个国安设个岗哨，把国安局的人员放进去。你说啊，国安局的人员只是没有负责打扫，只是协助工人移除工具。你现在来告诉我，国安局你什么时候，包括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制度？是说国安局要去保护总统、副总统，现在去帮助工人移除工具，为了一个空房子，你说你给我讲你的智慧在哪里？好，你的高度在哪里？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赖清德的个性，他不会低头的。我就是不进台南市议会一样，我现在就是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低头，我也不参与我的违建。我们欢迎你这样做，你继续做吧。好，现在确实啊，我今天看到巧芯啦，思刚好像都纷纷都去到现场，还说现场有很多民众在打卡。但是呢，想要请教赖老师，因为我们刚刚就讲了嘛。9月5号的这个 PTT 文章，其实爆料非常精准，1、2、3，现在该有的元素，那个时候其实通通都有，但没有烧起来。那网络上就有人在讨论啊，说基本上啦，蓝跟白真的这么清楚吗？还是说知道这么详细赖清德的老家情资的，基本上很有可能是自己人？开始在推敲，到底当时爆料者会是谁？
当然不知道当初爆料者是谁了，但是我只知道说，民进党发现有人爆料，然后那个爆料是如此的精准，而且您刚讲的各种元素都有了，所以对民进党来说的话，他们是紧张了。那我个人认为，由于紧张，所以他们欲盖弥彰，他们想把它盖住。那要怎么盖呢？就转移焦点。转移焦点的最好的方法，您看到的，他们就把柯文哲的妈妈柯妈妈的违建拉出来了，把黄国昌的违建拉出来了。那一拉出来以后，好像就是把焦点转移到这个地方来。没想到说柯妈妈觉得，虽然她觉得很委屈，可是她觉得是她儿子选，又不是她选，但是她还是把她的拆掉了，把她违建部分拆掉了。黄国昌也把他违建拆掉了。这一拆掉的时候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当一拆掉以后，就引起了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们的关注就回过头来去看你赖清德是怎么处理的。那结果呢？赖清德他不处理，不处理的时候呢，他想拖邻居下水。那要怎么拖邻居下水呢？就说，依法该拆，你们就全部都拆。依法，那邻居等于是全部都要被拆了。新北市政府就说你这样子好像不厚道吧。接着又开始说，你看那是谁的亲戚论又端出来了。结果亲戚追到最后是他儿子。结果又问说，你儿子一直在海外，然后有没有缴税？又拿不出这个缴税的证明，事情就越滚越大。10月份烧，11月烧，12月烧。现在选举已经不到1个月了，那烧得没完没了。一个小事情，其实赖清德第一时间把自己的道德层次拉起来，就直接拆了，这个事情就到此结束。结果要拖柯文哲下水，要拖黄国昌下水，要东拖西拖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还拖了一个议员他们家的房子、他们家的地用来做停车场的，全部都把它拖下水，拖到最后，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大家都盯着这个看，没有人去注意现在的总统候选人在讲什么，大家只注意这个房子违建拆还是不拆。为什么派特勤人员、派宪兵？怕人家去喷围墙、喷字。如果有人半夜的时候去喷字、喷国之耻，那这个就难看了。如果有人在他的门上面喷字的话，我们不鼓励啦哈，我们真的不鼓励，不鼓励。但是确实，现在在这个民怨上头，你会发现去看的人很多，去打卡的人很多，然后就在这边发挥创意的民众很多。但是大家就要问了，这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选情呢？